丧尸爆发第7天，我正坐在天宫酒店总统套房的高档餐桌前，涮着雪花和牛煮的红油火锅。窗外是沦为人间炼狱的城市，丧尸的嘶吼隔着防弹玻璃隐隐传来。窗内是恒温25度的舒适空间，我穿着蚕丝睡衣，端着酒杯走到落地玻璃前，看着远方。对我而言，这不过是末日里再普通不过的一天。而这场躺赢的开局，要从那个改写人类命运的凌晨说起。我叫凌晨，凌晨5点，海拔800米的悬崖山顶，寒气刺骨。我裹紧保安制服，靠在天宫冠景酒店5楼的露台栏杆上。刚毕业的我没去继承家业，凭着对末世题材8年的痴迷，为了提前布局末日堡垒，特意找了这份保安工作。这家耗资过亿、建在绝壁之巅的酒店，本就是我心中完美的末日生存模板。3天后，酒店才要开业，我被安排独自值守最后3晚的夜班。领导许诺守完就升我做安保主管，可他们不知道，我要的从来不是这个职位。我掏出望远镜准备看日出，镜头扫过山下市区时，却鬼使神差地定格在了几公里外的一条街道。凌晨6点本该人潮散尽，可屏幕里的街区光影狂乱，夜店门口挤满了人，与死寂的城市格格不入。我屏住呼吸，拉满100倍变焦，画质修复清晰的瞬间，浑身血液瞬间冻结。那是只该出现在小说里的颠覆现实的恐怖画面。屏幕里，男男女女衣衫不整的四散奔逃，推搡踩踏间不断有人倒下，这简直就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单方面屠杀。跟在他们身后的是一群丧失意识的怪物，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在街道上狂奔，朝着人群扑去，尖利的獠牙狠狠咬进鲜活的躯体，鲜血瞬间染红了整条街道。我手一抖，望远镜险些坠下100米悬崖。当了几个月安保，加上刷遍全网末世文的积累，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画面意味着什么？丧尸危机真的在现实里上演了。我指尖颤抖着，立刻给父母拨去电话，听筒里只有无尽的忙音，连续10几通电话，无论是家人还是领导，没有一个能接通。我指尖冰凉的切回搜索页面，输入天成街热门，4条血腥短视频赫然排在前列，发布时间就在1分钟前。可我刚点进第1条，页面就跳成了404，再刷新时，所有相关内容已经被清理得一干二净。同城热搜全是明星八卦，没有一丝相关痕迹。普通暴力事件绝不可能被全网毫秒级封锁，唯一的可能就是事态彻底失控了。山下的城市已是即将引爆的火药桶，熟睡的人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命在旦夕，普通人此刻早已崩溃。可我回头望向身后灯火通明的酒店，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冷笑，属于我的机会来了。山下即将爆发丧尸潮，我身后的这座天宫酒店是老天爷赏饭吃，专门为我准备的终极末日堡垒。我攥紧安保总控钥匙，转身冲进酒店，逐层排查，把这座堡垒的底牌摸得一清二楚，每一处细节都让我心头狂喜。这根本就是为末日量身打造的生存圣地。酒店建在悬崖之巅，三面环山，背后是无法攀爬的垂直绝壁，唯一的上山路径是一条9拐18弯的单行盘山公路，最窄处仅容1车通行，一边是坚硬山壁，一边是100米深渊。别说行动迟缓的丧尸，就算是活人组队强攻，也难于登天。为了3天后的开业，后勤刚运来了3整车补给，地下冷库塞得满满当当，顶级和牛、伊比利亚黑猪、法式鹅肝堆积如山。恒温水池里，波士顿龙虾、帝王蟹还在鲜活游动。主食储藏室里，真空米砖、压缩饼干、罐头、食品码到了天花板，足够500人吃满1整年。饮用水有独立山泉水净化系统兜底，上千箱瓶装水做储备。能源有2台刚加满柴油的大型发电机，就算全程断电，也能保证全年24小时不断电。网络更是配备了2套独立卫星宽带，完全不怕基站瘫痪。安保室里，防刺服、防爆盾、麻醉枪一应俱全。而最关键的是，此刻整座山、整间酒店只有我一个人，这一切全都是我的。我没有半分犹豫，100米冲刺般冲向了1楼的安保中控室。我盯着监控里正从天成街快速蔓延的异常身影，用总控钥匙打开了中控室的红色紧急控制项，里面是酒店最高级别的防爆封锁总监。我要在末日全面爆发前，为自己焊死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存壁垒。这个按键是酒店为应对极端灾害、暴恐事件设置的最高防御指令，一旦按下，整座酒店瞬间进入全封闭铁壁状态，除了中控室总控，外界没有任何方式能打开。我重重按下红色按键，刺耳的警报声响起，整座酒店的防御系统瞬间全线启动。盘山公路3道卡口的重型防爆升降柱依次升起，彻底斩断唯一的上山通道。酒店1楼大堂的防爆钢铝卷帘门轰然落下，严丝合缝封住所有入口，全酒店门禁一键落锁。1到3楼的观景落地窗外侧，厚重的防台风金属装甲板全部闭住，整座酒店瞬间化作坚不可摧的钢铁堡垒。我没有停下动作，继续在控制台飞速操作，切断酒店与市政电网的物理连接，同步启动双备用发电机，杜绝电网瘫痪的风险。关闭酒店所有外部灯光与标识屏，只保留内部基础照明。
将全区域监控调至最高灵敏度，尤其是盘山公路卡口，全部设置移动侦测警报，关停非必要线路，只保留监控、照明、制冷、供水核心系统。等我做完这一切，拉下总闸，朝阳正好冲破晨雾，山下的城市迎来了早高峰，也迎来了文明最后的末日。就在这时，第一声凄厉的警笛划破了清晨的寂静。数十辆特警车、救护车从各个方向涌出，警笛长鸣着冲向天成街。这声警笛也彻底撕开了城市虚假的平静。站在5楼总统套房唯一未封装甲的落地窗前，面无表情地俯瞰着山下的一切。早高峰的地铁站瞬间爆发混乱，人群尖叫着从出口涌出，身后跟着几个扭曲的身影。高架桥上连环追尾接连发生，整条主干道彻底瘫痪，车主们弃车逃窜。繁华商业街的热闹呼喊声、尖叫声、警笛声、汽车鸣笛声交织在一起，整座城市彻底沦为人间地狱。手机里的微信群疯狂弹出消息，有人发现场视频，有人惊慌求救。我切换卫星网络才发现，这场灾难不是单点爆发，周边多个省市同时出现了相同的异常。不过几分钟，通用手机信号彻底中断，通讯系统全面瘫痪。那些清晨出门上班、挤在地铁里、堵在高架上的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遭遇的不是意外，而是灭顶之灾。山下已是丧尸横行的地狱，幸存者在绝望中挣扎。而我转身回到总统套房的餐厅，把火锅准备好，开了一瓶窖藏50年的茅台，看着窗外的人间炼狱，一杯白酒一饮而尽。别人的末日生存倒计时，于我而言不过是末世度假的正式开场。就在我享用这顿末日早餐时，中控室的监控警报突然尖啸响起，盘山公路入口，一辆越野车正疯了一样往山上冲来。监控警报的尖啸刺破酒店的静谧，我放下刀叉，快步走向中控室。屏幕上的画面让我眼神冷冽。那辆黑色越野车疯了般撞向盘山公路入口的重型防爆升降柱，金属剧烈碰撞的闷响传来，车身瞬间扭曲变形，前轮爆胎报废，引擎盖腾起滚滚黑烟。我指尖轻敲控制台，升降柱液压系统持续加压，牢牢封死唯一上山通道，没有半分松动。越野车司机从变形车门里爬出，浑身是血地在升降柱前疯狂扑打。我默然注视这一幕，这座天宫堡垒是我的末日净土，绝不会为任何人敞开。我调出酒店防御图纸，意外在安保手册里发现隐藏的天台电磁防御装置，本是防无人机侵扰，此刻成了绝佳的第2层屏障。随后我前往地下物资库核对补给，竟在安保室暗格中找到一把改装十字弩、数十支麻醉线与几盒猎枪子弹，这是酒店筹备时预留的应急武器，战力远超此前的防爆装备。处理完越野车残骸的监控画面，我设置好山体周边热感警报，转头看向山下，发现原本行动迟缓的丧尸里竟出现身形更敏捷的个体，攀爬能力远超普通丧尸，这是病毒变异的首个信号。我回到总统套房重新端起咖啡，心中毫无波澜，任何危机在这座终极堡垒面前都不过是徒增笑料。清晨的热感警报突然疯狂闪烁，我看向监控，数只敏捷型变异丧尸正沿着酒店背后的垂直绝壁向上攀爬，他们的利爪能死死扣住岩石缝隙，速度比普通丧尸快了3倍。我没有丝毫慌乱，径直走到中控室，触发绝壁防御开关，隐藏在岩壁里的高压电击网瞬间通电，蓝白色电流顺着岩壁蔓延，攀爬的丧尸刚触碰到电网，就被瞬间电成焦黑的躯体，直直坠下100米悬崖。我盯着监控确认危机解除，才想起酒店配套的顶层温室还未探查。推开温室门的瞬间，满眼翠绿让我心头一喜。恒温恒湿的空间里培育着生菜、番茄、草莓等数十种果蔬，还有完整的无土栽培设备，后勤部门为开业筹备的生态菜园，此刻成了末世里最珍贵的新鲜食材来源。我检查温室的独立供水与照明系统，发现其与酒店能源完全互通，无需额外打理就能持续产出。回到中控室，我将温室纳入日常监控范围，看着山下幸存者在绝望中争抢腐坏食物，而我坐拥顶级食材与新鲜果蔬，这份落差让末日的安逸感更甚。我摘下一颗熟透的草莓放入口中，清甜的汁水在舌尖化开，这是独属于我的末日惬意。正午时分，盘山公路入口的监控突然被密集的人影填满，足足20多个幸存者组成小队，带着铁棍、砍刀等简陋武器，试图合力推动防爆升降柱。我靠在中控室的座椅上，冷眼旁观他们的徒劳挣扎。重型升降柱的承重能力远超想象，普通人的力量根本无法撼动。这群幸存者折腾半小时后，又开始用工具砸击公路旁的山体，试图挖出绕路的通道。
可酒店选址时早已考量周全，周边山体皆是坚硬岩石，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开凿。我懒得再看。出发公路旁的碎石喷射装置，细小的碎石精准砸向幸存者的脚边，吓得他们连连后退，再不敢轻易靠近。趁此间隙，我打开酒店地下一层的隐蔽舱门，我发现了筹备时预留的防空洞，里面堆满了应急医疗物资、防水帆布与压缩干粮，还有数台便携式取暖器，防御储备再次升级。幸存者们见强攻无果，开始在公路入口跪地哀求。我直接关闭外部音响，切断所有外界杂音。这座堡垒的规则由我制定，任何试图闯入的行为都只会被无情拦截。我回到总统套房，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享受着无人打扰的安宁。外界的绝望与我毫无关联。入夜后，天空突然下起瓢泼大雨，豆大的雨点砸在酒店装甲板上，发出密集声响。中控室的山体监控立刻传来预警，暴雨引发的小型滑坡正朝着盘山公路涌去。我没有起身救援，只是调出酒店的防洪系统画面。酒店地基周围修建的环形防洪渠早已启动，雨水顺着渠道排入悬崖下的山谷，丝毫不会侵蚀酒店主体。滑坡的泥石很快堆积在公路入口，恰好将幸存者的踪迹彻底掩盖，也堵住了丧尸上山的最后一丝可能。这场天灾反倒成了我的天然屏障。我趁机前往酒店医疗室，发现里面配备了全自动诊疗仪、急救包、抗生素与止血药剂，甚至还有手术器械，都是开业前采购的顶级医疗设备，足以应对所有伤病。雨势渐大，山下的街道被洪水淹没，丧尸在水中挣扎，幸存者被洪水冲散，哀嚎声被雨声掩盖。我站在未封锁的总统套房窗前，看着窗外的暴雨炼狱，转身打开暖风机，倒上一杯热红酒。洪水、滑坡、丧尸，所有危机都被酒店的防御隔绝在外。我只需躺在这里，就能安然度过所有劫难，这才是真正的末日躺赢。清晨醒来，我发现卫星宽带突然中断，中控室的网络面板陷入黑屏，外界通讯彻底切断。我没有慌张，按照安保手册的指引，启动了酒店隐藏的星链备用网络。短短3分钟，信号重新满格，全球卫星地图与监控画面再次清晰呈现。原来酒店为保障高端客户通讯，预留了双卫星系统，主网故障后备网自动切换，根本不会出现断连情况。我操控星链无人机升空，对山下区域进行全景侦查。无人机传回的画面让我看清了整座城市的惨状：高楼坍塌，街道废弃，丧尸遍布，曾经的繁华都市沦为人间废土。无人机飞行至城郊时，我发现一处军方废弃哨所，里面遗留着一箱步枪子弹与急救包。我操控无人机挂载机械爪，轻松将物资取回酒店。网络恢复后，我收到全球各地的末日求救信号，却没有任何回应的念头。这座天宫酒店是我的安全区，我无需为外界的苦难分心。我将取回的子弹存入武器库，看着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心中愈发笃定，只要守住这座堡垒，我就是末世里最安全的人。新鲜果蔬、顶级食材、充足武器、永久能源，我拥有的一切是外界幸存者梦寐以求的天堂。无人机持续侦查时，突然检测到大规模热源移动，我放大画面，心头微惊，足足上百只普通丧尸组成的巢群，正沿着盘山公路缓缓向上移动，目标直指酒店入口。我没有启动暴力防御，只是指尖轻点中控屏幕，开启天台的电磁脉冲装置，低频次的电磁波无声扩散，丧尸的大脑神经被瞬间干扰，原本整齐的巢群瞬间混乱，开始互相撕咬，原地打转，彻底失去进攻方向。我看着监控里丧尸自相残杀的画面，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这些没有意识的行尸走肉根本不配成为我的对手。电磁脉冲持续10分钟后，丧尸潮彻底溃散，大部分丧尸在自相残杀中消亡，剩余的零散丧尸漫无目的地游荡，再也构不成威胁。我关闭脉冲装置，将其纳入自动防御系统，设定为热源聚集时自动启动。处理完丧尸潮，我前往酒店酒窖，里面珍藏着上百瓶顶级红酒，威士忌与香槟都是开业前采购的奢侈品，如今全归我所有。我挑了一瓶年份香槟打开，气泡在杯中升腾，看着山下溃散的丧尸，享受着不费吹灰之力化解危机的爽感。末日生存对于我而言不过是一场悠闲的度假。午后，盘山公路入口突然传来剧烈爆炸声，我看向监控，
剩余的幸存者竟找到了几包工业炸药，试图炸塌升降柱与公路山体，强行开辟上山通道。炸药引爆的瞬间，火光冲天，碎石四溅，可酒店的防爆升降柱纹丝不动，山体岩石也只是被炸掉表层，丝毫没有坍塌的迹象，反倒是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幸存者们震飞出去，好几人当场重伤，再也没有反抗之力。原来酒店的防御工程采用了军工级材质，普通炸药根本无法损伤分毫，幸存者的孤注一掷不过是自取灭亡。我趁机启动公路旁的燃油喷火器，淡蓝色的火焰瞬间燃起，将入口区域封锁，丧尸与幸存者都无法靠近。爆炸的声响吸引了周边的丧尸，重伤的幸存者很快被丧尸包围，彻底消失在监控画面里。我清理掉监控中的血腥画面，重新检查酒店的防御系统，确认所有装置都处于最佳状态。这场炸药袭击不仅没有伤到堡垒分毫，反而帮我清理了公路周边的隐患，坐收渔利的感觉让我无比惬意。我回到餐厅，煎上一块顶级和牛，搭配新鲜果蔬，末日的晚餐依旧奢华无比。我决定彻底盘点酒店所有隐藏物资，推开地下2层的恒温储藏室，眼前的景象让我彻底震惊。这里不仅有之前发现的肉类海鲜，还藏着一整柜的法式鹅肝酱、鱼子酱、松露等顶级食材，还有数十箱进口牛奶、果汁与无菌鸡蛋，保质期都长达数年。储藏室的另一侧是码放整齐的真空包装熟食，自热火锅与高端零食，数量足以让我吃上10年。我继续探查，在储藏室角落发现一个加密保险柜，用安保总控钥匙打开后，里面是数箱压缩能量棒、维生素片与营养剂，能完美补充人体所需的所有微量元素。至此，酒店的物资储备彻底清晰，食材、饮用水、能源、武器、医疗物资一应俱全，远超我最初的预估。我将所有物资分类登记，纳入中控室的管理系统，设定自动提醒补充。看着满满一仓库的顶级物资，我彻底放下心来。就算末日持续10年、20年，我也能衣食无忧。外界幸存者还在为一口腐坏食物拼命，而我坐拥末世最顶级的物资库，这份差距注定我是这场末日游戏的最终赢家。我拿出鱼子酱涂抹在饼干上，入口即化的口感是末日里独有的奢华。寒潮突然席卷整座城市，气温骤降至零下10度，窗外的悬崖挂满冰棱，山下的水面彻底结冰，丧尸的行动速度因低温大幅减缓，不少暴露在户外的幸存者被活活冻死。我站在酒店里，却感受不到丝毫寒意。酒店的独立供暖系统采用地热与空调双模式，室内温度恒定在25度，温暖如春。我找出酒店准备的高端羊绒毯与羽绒被，铺在总统套房的大床上，舒适度拉满。寒潮来袭后，酒店的独立供水系统并未冻结，山泉水净化系统自带防冻装置，饮用水依旧源源不断。我看着监控里幸存者们挤在破旧的建筑里，靠燃烧杂物取暖，依旧难逃冻伤的命运。而我穿着单薄的睡衣，在温暖的房间里享用热食，对比无比鲜明。低温让山下的丧尸活性降低，短期内不会形成新的巢群，我终于可以彻底放松下来。我打开酒店的私人影院，挑选一部经典电影，躺在真皮沙发上，搭配热咖啡与甜点。寒潮肆虐的末日，我却在天空享受着极致的惬意。这场寒潮对我而言不过是换一种方式度假，对外界而言却是灭顶之灾。热感警报再次响起，监控里出现了3只体型壮硕的力量型变异丧尸，他们的身躯比普通丧尸大1倍，肌肉虬结，正用蛮力撞击防爆升降柱，每一次撞击都让地面微微震动。我没有丝毫慌乱，启动酒店外墙的高压水炮，低温冰水混合着碎石，精准喷向变异丧尸。巨大的冲击力将他们直接冲倒，摔下公路旁的陡坡。力量型丧尸挣扎着想要起身，却被陡坡上的冰棱卡住，再也无法动弹。我趁机用十字弩瞄准，麻醉箭精准射中丧尸的躯干，强效麻醉剂快速生效，3只变异丧尸彻底失去行动能力。我确认危机解除，将高压水炮纳入自动防御体系，设定为重型目标，靠近时自动启动。这场危机化解后，我彻底摸清了变异丧尸的弱点，无论速度型还是力量型，在酒店的军工级防御面前都不堪一击。我回到武器库，擦拭着十字弩与猎枪。经过几次练习，我的射击精准度大幅提升。
就算有丧尸突破外层防御，我也能轻松应对。外界的变异丧尸越来越多，幸存者越来越少，而我的防御与战力却在不断升级，躺赢的底气越来越足。我在酒店地下3层发现了一个隐蔽的私人射击场，这是酒店为高端客户准备的娱乐设施，如今成了我的专属训练场地。射击场内配备了标准靶位、自动爆靶系统与各类枪械配件，还有充足的练习弹药。我换上防刺服，拿起猎枪，开始系统练习射击，从站姿瞄准到快速换弹，每一个动作都反复打磨。酒店的安保 AI 自动为我生成训练计划，短短半天时间，我的射击精准度就达到了专业水平，100米内百发百中。射击场的角落里还藏着一把改装狙击步枪，搭配高倍瞄准镜，远程打击能力拉满。我将狙击步枪擦拭干净，存入武器库，作为远程防御的终极手段。训练结束后，我躺在射击场的休息区，喝着冰镇饮料，心中无比畅快。如今的我不仅拥有坚不可摧的堡垒，还有专业的武器与精准的射击能力，就算末日出现再强的变异体，我也能轻松应对。外界幸存者还在为一把简陋武器拼命，而我坐拥专业射击场与顶级枪械，实力的差距早已注定了结局。我起身回到总统套房，看着窗外的美景，享受着实力提升带来的安全感。清晨，天台的热感警报突然触发，我看向监控，竟有2名幸存者顺着绝壁的隐蔽攀岩绳爬到了酒店天台边缘，试图撬开天台的密封门。这2人显然是专业攀岩者，装备齐全，却没想到酒店的天台防御早已升级。我直接启动天台的电击踏板，2人刚踩上天台地面就被电流击中，浑身抽搐着摔下绝壁，连呼救的机会都没有。我检查天台的密封门与防御装置，确认毫无损坏，才放下心来。这些幸存者为了活下去，不惜铤而走险攀爬绝壁，却不知道这座堡垒的防御早已覆盖每一个角落，无论是公路入口、垂直绝壁还是天台，都没有任何可乘之机。我将攀岩绳回收，存入物资库作为备用工具。处理完危机，我前往温室采摘新鲜番茄，咬下一口，酸甜的汁水驱散了所有疲惫。外界的幸存者绞尽脑汁想要闯入我的堡垒，却一次次自取灭亡，而我只需守好防御就能安然无恙。末日的残酷在这座天宫酒店里被彻底隔绝，我依旧过着衣食无忧、安逸自在的生活。傍晚时分，山下城市的最后一丝电力彻底耗尽，所有路灯、高楼灯光全部熄灭，整座城市陷入无边的黑暗，只有丧尸的嘶吼声在夜色中回荡。而我的天宫酒店依旧灯火通明，独立发电机持续运转，照明、制冷、供水，监控系统全部正常工作，没有受到丝毫影响。我站在窗前，看着山下的黑暗炼狱与酒店的光明净土，形成极致的反差。酒店的双发电机互为备用，柴油储备充足，就算再用10年也不会出现断电情况。我打开酒店的景观灯，却又立刻关闭，避免吸引不必要的注意，只保留内部核心照明。黑暗中，幸存者们失去了最后一点文明痕迹，只能在黑暗中瑟瑟发抖。而我在光明里享用晚餐、观看电影，生活没有任何改变。电力是末日的核心资源，而我拥有永久稳定的能源，这是我躺赢的最大底气。我检查发电机的运行状态，安保 AI 自动汇报各项数据正常，无需我手动操作。这座酒店就像一个独立的末世王国，而我是唯一的国王，掌控着所有资源与生死。我操控无人机再次升空侦察，在城郊的废弃机场发现了军方的空投物资箱，里面装满了步枪弹药、急救包、军用干粮与卫星电话。空投区域被数十只丧尸包围，外界幸存者根本无法靠近。我操控无人机挂载强力电子干扰器，干扰丧尸的神经，让他们陷入混乱，再用机械爪精准抓住物资箱，缓缓飞回酒店。喷火器的燃油由酒店的独立燃油库供应，源源不断，无需担心耗尽。半小时后，火枪熄灭，公路入口堆满了丧尸的焦黑尸体，再也没有活尸敢靠近。我启动中控室的自动清理程序，酒店的机械臂自动将丧尸残骸推下悬崖，清理干净入口区域。这场丧尸潮围攻，我依旧没有亲自动手，全靠酒店的自动防御系统轻松化解。我看着清理干净的公路入口，心中无比笃定，这座堡垒的防御足以抵挡任何规模的丧尸潮。外界的苦难与危机
永远无法触及我分毫。我只需在天宫享受生活，就能躺赢整个末日。我煎上一块伊比利亚黑猪排，搭配红酒，庆祝又一次轻松化解危机。我深入探查酒店的后勤系统，发现了隐藏的独立污水处理循环装置。这套装置采用生物降解技术，能将生活污水净化成可饮用的清水，实现水资源的永续循环。酒店的山泉水净化系统搭配污水处理循环，让我彻底告别水资源短缺的烦恼。就算末日持续100年，也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干净水。我检查循环装置的运行状态，安保 AI 自动维护，无需我手动操作，所有系统都在完美运转。水资源是末日生存的关键，而我拥有永久循环的清水系统，这是外界幸存者不敢想象的奢侈。我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涌出，洗了一把脸，清凉的触感让我无比惬意。温室的果蔬，永续的清水，充足的能源，顶级的食材，我的末日生活比灾变前还要舒适。外界幸存者还在为一口干净水争抢，而我用水资源洗漱、灌溉，差距如同天堑。我坐在总统套房的阳台，喝着清水，看着悬崖下的风景，享受着独属于我的末日安逸。深夜，大地突然剧烈震动，4级地震来袭，山下的建筑成片坍塌，丧尸被埋在废墟之下，幸存者的哀嚎声此起彼伏。我坐在中控室里，却感受不到丝毫晃动。酒店的地基采用9级抗震设计，建造在坚硬的山体岩基上，4级地震如同微风拂过，毫发无损。监控画面里，山下的城市彻底沦为废墟，文明痕迹被地震摧毁殆尽，而我的天宫酒店依旧稳稳矗立在悬崖边，所有防御系统、物资设备都完好无损。地震结束后，我检查酒店的各个角落，墙面、地面、装甲板没有一丝裂痕，抗震系统完美发挥作用。这场天灾再次证明了这座堡垒的坚不可摧。我看着山下的废墟，心中没有丝毫怜悯。末日的淘汰本就残酷，只有足够强大的庇护所才能让人活下去。而我拥有末世最坚固的堡垒，天灾人祸都无法伤我分毫。我回到床上，安然入睡。地震的震动丝毫没有影响我的睡眠质量，末日的安宁被我牢牢握在手中。清晨，我启动了酒店的最高权限安保 AI， 这套 AI 系统是开业前安装的智能防御核心，此前一直处于休眠状态。AI 启动后，瞬间接管了所有监控、防御、能源、物资系统，自动分析周边威胁，维护设备，清点物资，无需我再手动操作。AI 的智能程度极高，能预判丧尸的行动轨迹，提前启动防御装置，能自动检测设备故障，第一时间修复，能精准规划物资消耗，保证永续供应。我彻底解放了双手，成为了这座堡垒的甩手掌柜，只需享受生活，无需操心任何琐事。AI 自动将酒店调整为最佳生存模式，节能、防御、物资供应全部达到最优状态。我看着中控屏幕上 AI 生成的实时数据，心中无比轻松。此前还需要偶尔检查防御，如今 AI 全权负责，我真正实现了末日躺赢。外界幸存者拼尽全力挣扎求生，我却有智能 AI 保驾护航，坐享其成。这就是末日里的顶级待遇。我打开酒店的游戏室，玩起了高端电竞游戏，彻底放松下来，末日生存从此与忙碌无关。 AI 突然发出红色预警，监控里出现了一只特殊的变异丧尸，它的身形与人类无异，却有着清晰的智慧，正带领着数十只普通丧尸，试图绕开公路入口，从绝壁的侧面沟壑攀爬上山。这是第一只智慧型变异丧尸，懂得规划路线，指挥丧尸，威胁远超普通变异体。我没有亲自出手，只是下达指令给 AI 立刻启动沟壑区域的电击网与碎石喷射装置，双重防御瞬间启动。智慧丧尸刚带领队伍进入沟壑，就被电击网击中，指挥能力瞬间失效，丧尸群再次陷入混乱，碎石不断落下，将他们掩埋在沟壑里。短短5分钟，这场智慧型丧尸的进攻就被彻底瓦解。AI 的预判与防御比我手动操作更加精准高效。我看着监控里被掩埋的丧尸群，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就算丧尸进化出智慧，在智能 AI 与军工级防御面前，也不过是跳梁小丑。AI 自动清理战场，更新威胁数据库，提前预判后续可能出现的智慧丧尸，做好万全准备。我依旧在酒店里享受生活，
智慧丧尸的出现，不过是给 AI 增加了一点训练数据，对我毫无影响。为了彻底清理公路周边的丧尸，我让 AI 启动酒店的远程广播系统，播放高频噪音。这种声音对人类无害，却能强烈刺激丧尸的听觉神经，将周边所有丧尸都吸引到山下的空旷区域。监控画面里，密密麻麻的丧尸如同潮水般朝着噪音源移动。盘山公路与酒店周边的丧尸瞬间被清空，再也没有任何威胁。我让 AI 持续播放半小时，直到所有丧尸都聚集在山下，才关闭广播，启动电磁脉冲装置，干扰丧尸的神经，让他们永远困在空旷区域，无法再靠近酒店。这场不费一兵一卒的清场，让酒店周边彻底安全。我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打开部分观景窗，欣赏悬崖美景。AI 自动规划了噪音播放周期，定期清理周边丧尸，保证永久安全。外界幸存者被丧尸追得四处逃窜，我却能用广播轻松操控丧尸的行动，掌控生死。末日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我的手中，我就像天宫的神明，冷眼旁观山下的一切，随意操控着丧尸的命运。我在温室的隐蔽角落发现了一个种子保险柜，里面装满了各类蔬菜、水果、谷物的优质种子，还有完整的种植手册与肥料。这些种子都是经过改良的优良品种，产量高，易存活，能在温室的无土栽培设备里快速生长。AI 自动帮我规划种植计划，将种子分批播种，设定好光照、水分、温度，无需我打理，就能持续产出新鲜食材。从此，我不仅能享用现成的顶级食材，还能永久种植新鲜果蔬，实现食材自给自足，彻底告别物资消耗的烦恼。种子库的存在，让我的末日生存实现了真正的永续。就算所有储备食材耗尽，也能靠种植活下去。我看着温室里刚种下的种子，心中充满底气。外界幸存者连温饱都无法解决，我却拥有永久的食材来源，这就是堡垒带来的终极优势。AI 定期汇报种植进度，果蔬长势喜人，新鲜食材自由，从此成为常态。我摘下一颗成熟的草莓，享受着自给自足的快乐。末日的生活越来越安逸。无人机侦察到山下的幸存者在废弃超市建立了小型据点，他们通过无人机发现了我的天宫酒店，试图用信号弹发送结盟请求，希望能进入堡垒共同生存。我直接让 AI 屏蔽所有外界信号，拒绝任何沟通。这座堡垒是我独有的末日天堂，绝不会与任何人分享。结盟不过是瓜分资源的借口，我不会给任何幸存者闯入的机会。幸存者们见结盟无果，开始试图制作简易飞行器，想要飞抵酒店天台，却被 AI 提前预判，启动电磁干扰装置。飞行器刚起飞就失控坠毁。我看着监控里幸存者绝望的模样，没有丝毫动容。末日的法则就是弱肉强食，我凭借先机与堡垒成为强者，自然要独享所有资源。AI 自动加强酒店的空中防御，防止任何飞行器靠近，彻底断绝幸存者的念想。我回到总统套房，继续享受我的生活。外界的幸存者据点与我毫无关系，我只需守好我的天宫王国，就能永远安逸。一场暴雨再次来袭，引发了大规模的山体塌方，海量的泥石从山上滑落，正好将盘山公路入口的丧尸群彻底掩埋，连带着幸存者据点的外围防御也被冲垮。这场天灾再次帮我清理了所有隐患，酒店周边彻底没有了危险。我让 AI 检测山体状态，确认酒店所在的山体稳固，不会受到塌方影响，才放下心来。塌方后的盘山公路被彻底封死，成为天然的防御屏障，就算有丧尸或幸存者，也无法再靠近酒店。我看着监控里被泥石掩埋的区域，心中无比畅快。天灾都在帮我扫清障碍，这座天宫堡垒果然是老天爷赏饭吃。AI 自动清理酒店周边的少量泥石，修复 Miner 损坏的防御装置，一切恢复如初。外界的天灾是灭顶之灾，对我而言却是天然助力，躺赢的运气无人能及。我坐在温室里，看着成熟的果蔬，享受着天灾带来的绝对安全，末日的惬意不过如此。AI 检测到发电机的柴油储备即将消耗一半，我立刻启动酒店的隐藏能源系统。天台与酒店外墙安装的太阳能板与风力发电机开始全力运转，与发电机形成三能源互补。太阳能与风能属于永久清洁能源，无需消耗柴油，就算末日持续100年，
也能保证能源永不枯竭。AI 自动优化能源分配，优先使用太阳能与风能，柴油作为备用储备，能源系统实现永续供应。我彻底告别能源短缺的烦恼，照明、制冷、防御、种植、娱乐系统全部全天候运转，不受任何限制。外界幸存者为了一点燃料拼得你死我活，我却拥有永久清洁能源，能源自由彻底实现。我站在天台上，看着太阳能板与风力发电机运转，阳光洒在身上，微风拂过脸颊，末日的阳光与微风都成了我的能源来源。我在医疗室整理急救器械时，指尖不慎被生锈的手术刀划破表皮，渗出血珠的瞬间，心底没有丝毫慌乱，反倒生出一丝探究的念头。我快步走到全自动诊疗仪前，将手指按在检测端口，仪器立刻启动全身病毒筛查与血液深度分析。蓝色的检测光线扫过全身，10分钟后，屏幕上跳出的结果让我心头一震。我不仅未感染丧尸病毒，血液中还天生携带能中和病毒的特殊抗体，抗体活性是常规抗病毒药剂的50倍，能直接瓦解丧尸病毒的核心结构。这一发现彻底打消我所有感染顾虑。我立刻抽取5管血液样本，交由 AI 进行低温萃取与合成，不到1小时就制作出10支高浓度抗体原液，存入医疗室的零下20度冷藏柜。我将抗体原液均匀涂抹在十字弩、猎枪、狙击枪的弹头与防御装置的接触面上，但凡丧尸接触到这些位置，病毒核心会瞬间被抗体瓦解，彻底失去攻击性。外界幸存者哪怕轻微擦伤都难逃感染，短短几分钟就会变成行尸走肉，我却天生免疫，还能批量制造抗体。这份先天优势让末日生存再无任何隐患。我把抗体相关数据加密存储在酒店天宫服务器，这是我独有的终极保命底牌，也是凌驾于所有危机之上的绝对底气。做完这一切，我躺在诊疗仪的理疗舱中，开启全身修复模式，肌肉酸痛与微小伤口瞬间愈合，身体状态被调整至巅峰，安逸与安全被我牢牢握在手中。窗外的丧尸嘶吼不过是我安逸生活的背景音。我操控星链无人机扩大侦察范围，将飞行半径提升至50公里，在邻市的深山山谷中发现一座大型官方避难所。卫星画面显示里面囤积着大量军用罐头、防弹衣、枪械与燃油，数千幸存者在此聚居，还有专业的守卫队伍巡逻值守。本以为这是末世里的另一处净土，可监控画面很快出现反转，避难所的守卫队长竟勾结外部10几名暴徒，故意用钥匙打开避难所的主防护门，引丧尸涌入内部，只为独吞所有物资。监控里的画面惨不忍睹，老人、孩子、妇女毫无反抗之力。短短半小时，曾经热闹的避难所就沦为人间炼狱。暴徒与守卫瓜分完物资后，驾驶越野车扬长而去，来不及逃跑的幸存者尽数葬身丧尸之口。我冷眼旁观这场人性的丑恶闹剧，指尖敲着中控台，没有丝毫出手的念头。人性的贪婪与自私比丧尸更可怕，也让我更加坚定独享堡垒的决心。无人机返航时，我顺带操控机械爪回收了避难所外围遗留的军用防弹插板、战术急救包与军用匕首，这些物资刚好强化我的个人防御储备。这场闹剧让我彻底看清，外界没有真正的安全区，无论是私人据点还是官方避难所，都逃不过天灾人祸与人性崩坏。中控室的重型热源警报突然疯狂作响，红色警示灯铺满整面监控墙。我抬眼望去，屏幕里出现一只高达3米的巨型变异丧尸，它浑身覆盖着坚硬的黑色角质层，如同身披重甲，普通子弹与电击根本无法穿透，正用粗壮的手臂蛮力撞击盘山公路的防爆升降柱，每一次撞击都让山体微微震颤，碎石不断从公路旁滑落。此前的电磁脉冲、高压水炮、燃油喷火器对它毫无作用，厚重的防爆升降柱竟被撞得微微变形，金属外壳出现凹陷。这是末日爆发以来最致命的危机，一旦升降柱被撞断，丧尸就能直冲酒店大门。我没有丝毫慌乱，立刻转身冲向武器库，取出改装狙击步枪，搭配 AI 特制的穿甲燃烧弹，快步走到总统套房的观景窗前，将枪身架在定制的射击支架上，稳稳锁定目标。我深吸一口气，调整呼吸节奏，瞄准丧尸唯一的弱点，眼部软组织的缝隙，手指轻扣扳机，子弹带着破空声精准击穿弱点。
直接击碎其病毒核心。巨型丧尸发出一声沉闷的嘶吼，轰然倒地，身体迅速腐烂消融，化作一滩黑水，危机彻底解除。我将穿甲燃烧弹纳入常规武器储备，把巨型丧尸的角质层碎片回收，交由 AI 加工成轻便的防护甲片，覆盖在防刺符的关键部位。这场危机看似致命，却让我获得更强的防御材料，也摸清顶级变异体的核心弱点。危机转瞬化为机缘，我的躺赢姿态从未改变，再强的敌人也只是我提升实力的垫脚石。AI 突然检测到近地轨道有一颗军用侦察卫星掠过，正进行全球范围的生命信号与热源扫描。一旦被卫星锁定，酒店的位置就会彻底暴露，引来未知势力的觊觎与攻击。我没有丝毫迟疑，立刻启动酒店的全频段隐形系统。外墙的仿生纳米涂层瞬间与悬崖山体的岩石颜色纹理融为一体，热感信号、电磁信号、视觉信号全部被屏蔽。卫星扫描的光束扫过酒店所在的位置，完全没有发现这座矗立在天宫的堡垒。我顺势开启全方位电磁静默，切断所有对外辐射信号，关闭卫星通讯与无人机起降功能，让酒店彻底从世界上消失，成为无人知晓的隐秘存在。卫星扫描结束后，我恢复基础监控画面，发现卫星锁定的几处人类据点不到1小时就被全副武装的掠夺者洗劫一空，幸存者被屠戮殆尽，物资被尽数抢走。暴露位置的代价是灭顶之灾，而我凭借酒店的顶级隐形系统彻底隔绝外界的所有窥探，成为天宫之上的隐者，无人能寻，无人能扰。这场卫星危机不仅没有威胁到我，反而让我完善了隐蔽防御体系，将安全等级拉满，外界的所有追踪、扫描、定位手段在我的堡垒面前都形同虚设。我始终藏在安全的阴影里，掌控着绝对的主动权。我在酒店顶层的财务密室中发现一个重达半吨的加固防爆保险柜，柜身采用军工级钢材打造，防火防爆防切割。我用安保总控钥匙配合指纹解锁，柜门缓缓打开后，里面的东西让我眼前一亮。保险柜上层堆满了金条、钻石、翡翠、蓝宝石与成箱的绝版现金，还有数十枚末日前夕发行的投资金币，每一枚都价值不菲，总价值堪称天文数。更让我惊喜的是，保险柜底层藏着一块加密固态硬盘，我将其插入中控电脑 ，AI 用10分钟破解密码后，里面的内容让我热血沸腾，是全球顶尖的建筑、医疗、能源、农业技术资料，还有农作物基因改良与丧尸病毒研究的核心数据，甚至包含末日避难所建造的全套图纸。这些财富与资料在末日当下是无用的宝藏，可一旦人类文明重启，就会成为掌控世界、主导重建的核心资本。我将贵金属与珠宝存入地下3层的金库，用多重密码与生物锁加密防护，把技术资料上传至酒店天宫服务器，永久备份。还制作了3份离线存储盘，分别存放。外界幸存者连饱腹都成奢望，每天在生死边缘挣扎，我却坐拥巨额财富与人类文明的核心技术，不仅能安稳度过末日，更能在未来成为文明重建的主导者、新秩序的制定者，从生存者彻底转变为文明的掌控者。这份落差是末日里最极致的爽感。我彻底解锁酒店所有高端娱乐设施，私人恒温泳池、专业级健身房、全景影音室、藏书10万册的图书馆、桑拿房与 SPA 室全部开放，每一处都是灾变前顶级富豪才能享受的顶配配置，如今尽数为我一人所用。我每天的生活规律而惬意，清晨在健身房用专业器械锤炼体魄，跑步机、哑铃、综合训练器一应俱全， AI 实时监测我的身体数据，调整训练强度。午后在恒温泳池中放松身心，水温恒定在26度，池底铺满防滑大理石，头顶是星空投影。傍晚在全景影音室观看高清大片，杜比全景声与剧目带来沉浸式体验。深夜在图书馆研读各类技术资料，从机械工程到生物医学，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末日生活比灾变前的职场内卷惬意100倍，没有996，没有职场纷争，没有生活压力，只有极致的享受。AI 根据我的作息自动调节所有设施参数，泳池水温恒定，影音室设备调试至最佳状态。健身房配备专业辅助器械，无需我费心打理。我还在地下1层发现隐藏的高端电竞室，顶配电脑、VR 设备、游戏外设，电竞椅一应俱全。闲暇时沉浸在游戏世界，彻底忘却外界的苦难与厮杀。外界幸存者在废墟中翻找食物，在丧尸的追击下仓皇逃窜。
我却在天宫享受极致奢华的休闲生活。末日于我而言，不是炼狱，而是专属的私人度假天堂。AI 突然发出尖锐的红色预警，屏幕上弹出全球病毒监测数据，丧尸病毒发生2次变异，进化为空气传播形态，传播速度提升100倍。无抗体者只需吸入微量病毒气溶胶，就会在3分钟内被感染，彻底失去意识，变成丧尸。山下残存的少量幸存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尽数被感染。监控里的城市街道上，最后几个活人瞬间倒地抽搐，起身时已经变成面目狰狞的丧尸。整座城市再无活人的生命信号，我却丝毫不慌，缓步走到新风系统控制台前。酒店的独立新风系统搭载10级病毒过滤装置，采用 HPA 高效滤网与紫外线消杀双重防护，能彻底隔绝空气中的变异病毒。内部空气循环经过抗体原液消杀，绝对安全无菌。我检查新风系统运行状态， AI 早已自动升级过滤等级，将病毒气溶胶彻底阻挡在堡垒之外。室内的空气清新如初，没有丝毫污染。这场全球性的病毒变异让人类生存空间彻底压缩，全球范围内的幸存者数量骤降为0。而我凭借酒店的顶级防护与自身天生抗体，成为全球唯一安全的人类。病毒的进化越恐怖，越能凸显天宫堡垒的强大。我躺在总统套房的真皮沙发上，端着一杯冰镇香槟，看着监控里病毒肆虐的世界，心中毫无波澜。所有危机都成了衬托我安逸生活的背景板。绝壁监控突然传来异动，屏幕上出现数只巨型变异爬虫，它们身形扁平，外壳坚硬，8只利爪带着倒钩，能轻松穿透电击网的绝缘层，攀爬速度远超敏捷丧尸，如同黑色的闪电顺着垂直岩壁快速向上攀爬。眼看就要爬上酒店天台的防护栏，我立刻启动绝壁高压水炮，混合着冰渣与碎石的水流，以100米每秒的速度精准冲击爬虫躯体，将大半爬虫冲落100米悬崖，摔成肉泥。可仍有一只体型最大的爬虫突破水炮防御，凭借强悍的生命力攀上天台边缘，前爪已经搭在天台的金属板上。我手持改装十字弩，快步走到天台门口，装填好特制的抗体麻醉箭，瞄准爬虫的头部核心，手指轻扣扳机，箭矢精准射中目标。病毒核心被瞬间瓦解，爬虫瘫软在地，彻底失去生机。我上前查看，用军用匕首划开爬虫的外壳，发现其体内有一枚晶莹剔透的淡蓝色能量晶核。AI 检测后发现晶核蕴含纯净的生物能量，可通过转化装置变为酒店的备用能源，效率是柴油的10倍。我操控机械臂收集所有爬虫的晶核，交由 AI 研发专属的能量转化装置。这场危机再次化为机缘，不仅化解了威胁，还获得了新型清洁能源。外界的变异体越强大，我能获取的资源越珍贵。末日的所有馈赠始终只偏向我这个天选之人。AI 自主深度扫描酒店建筑结构时，意外发现地下3层隐藏的军事级掩体，这是酒店建造时秘密搭建的应急防御基地，从未录入公开图纸，不为外界任何人所知。我输入安保最高权限密码，掩体舱门缓缓打开，里面的装备让我瞬间热血沸腾。便携式火箭筒、全自动突击步枪、防弹越野车、重型防爆盾、战术手雷，还有数箱军用高能炸药与反器材狙击弹，个人战力直接拉满。掩体中还有一套全自动远程防御炮台，可360度无死角覆盖盘山公路所有区域，搭配 AI 实现无人自动打击，无需我手动操作。更惊喜的是，掩体深处有军方遗留的丧尸病毒抑制装置，能大范围释放低频波，削弱半径1公里内的丧尸活性，让其行动迟缓，攻击力下降。此前我以为酒店的防御已达巅峰，没想到还有如此硬核的终极底牌。这座耗资过亿的天宫酒店，从一开始就是为末日打造的终极堡垒，每一处设计都藏着生存的底气。我将所有军用武器分类入库，激活远程防御炮台，设定自动打击模式。酒店的攻防能力实现质的飞跃，就算面对全球丧尸围攻，也能轻松碾压。躺赢的底气再无上限，再也没有任何危机能撼动我的堡垒。盘山公路入口突然出现一群装备精良的人类掠夺者，他们足足有20人，手持自制炸药、液压切割工具与钢管砍刀，妄图铡塌山体，强行开辟上山通道，甚至用重型撞车器械撞击防爆升降柱，金属撞击的闷响不断传来。我本以为会有一场恶战，已经准备好启动防御装置，可监控画面很快出现反转，掠夺者内部因分赃不均爆发激烈内讧，为了抢夺仅剩的弹药、食物与水，互相举刀相向，甚至开枪射击，短短10几分钟就死伤过半。
活着的人也都身负重伤，再也没有进攻的力气。爆炸声与枪声吸引了山下大量丧尸潮，重伤的掠夺者来不及逃跑，瞬间被丧尸群包围，惨叫声戛然而止，彻底消失在监控画面里。我全程没有出手，只是启动了酒店外层的防弹装甲，防止流弹波及酒店，就坐收渔利，清除了人类带来的最后威胁。人性的自私与贪婪帮我解决了最棘手的敌人，也让我彻底明白，外界的人类远比丧尸更危险，他们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毫无底线可言。这场内讧过后，酒店周边再无人类威胁，我彻底成为这片区域唯一的主宰，安宁与安全再无任何干扰，终于可以彻底放松，享受末日生活。温室的改良种子迎来全面丰收，翠绿的生菜，通红的番茄，饱满的草莓挂满栽培架，小麦、水稻等谷物也迎来成熟，金黄的稻穗与麦穗随风摆动，实现主食100%自给自足。AI 在培育过程中通过基因优化，意外发现几种可提取抗病毒成分的药用植物薄荷、金银花、黄芩的提取物，经过萃取提纯后，制成比抗体原液更高效的抗病毒药剂，口服即可提升免疫力，外用能快速愈合伤口。我将药剂与抗体原液搭配，制作成便携急救喷剂，装入战术腰包，随身携带，以防万一出现意外。温室的无土栽培系统实现全自动循环， AI 精准控制光照时长、水分供给与养分比例，产量持续攀升，新鲜食材、粮食、药材3位一体，生存保障彻底形成闭环，再也无需依赖储备物资。外界幸存者为了一口发霉的粮食拼尽全力，在废墟中翻找腐坏的食物，甚至为了半瓶水大打出手。我却拥有永续的新鲜食材与药用资源，健康与温饱被完美兼顾。我用新鲜果蔬与谷物制作营养餐，搭配顶级 M9 和牛与伊比利亚黑猪排，饮食健康与奢华程度远超末日之前的职场生活，真正实现末日里的衣食无忧，奢华度日。AI 突然恢复全球卫星通讯，捕捉到北极军方秘密基地的加密求救信号，信号中称基地还有100名精锐士兵与完整的军工体系，拥有坦克、装甲车、战斗机等重型装备，邀请我前往会合，共建人类新秩序。我没有丝毫心动，指尖轻点屏幕，直接指令 AI 切断所有外界通讯，继续保持隐形静默状态，不与任何外部势力产生交集。监控画面很快传来反转，北极基地的信号发出不到1小时，就被海量终极变异丧尸群攻破，厚重的基地大门被丧尸撞碎，士兵们的火力抵挡不住丧尸的进攻，所有人员无一幸免，军工设备尽数被毁。曾经固若金汤的军方基地瞬间沦为一片废墟。事实证明，外界没有任何绝对安全的区域，哪怕是戒备森严的军方基地，也难逃覆灭的命运。再强的火力也挡不住无穷无尽的变异丧尸。而我的天宫酒店凭借悬崖地利、军工级防御、智能 AI 管控、永续资源供给，成为全球唯一的无敌堡垒，没有任何危机能突破防线。我不再关注任何外界信号，彻底隔绝与末世的所有联系，专注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逸生活。外界的挣扎与覆灭都与我无关，我只需要守着这座天宫净土，就能永远安稳度日。天空突然降下小规模陨石雨，数块脸盆大小的陨石带着火光砸在山下城市中心，引发剧烈爆炸与熊熊大火，周边的丧尸与废墟被彻底摧毁，浓烟滚滚，直冲云霄。陨石产生的冲击波波及山体，酒店的9级抗震系统全力启动，液压减震装置吸收所有震动，墙体与地基纹丝不动，没有丝毫损伤。室内的水杯都没有晃动，安稳如初。我操控无人机前往陨石坠落点侦查，发现陨石中含有稀有的太空钛合金，硬度与韧性远超地球钢材，耐高温、抗冲击，是制作防御装备与武器配件的顶级材料。我操控无人机将数块完整的太空钛合金碎片运回酒店，交由 AI 切割锻造，把防爆升降柱、天台护栏与外墙装甲全部升级为太空级防护，普通攻击与变异体冲撞再也无法造成丝毫损伤。处理完陨石材料，我顺着地下水源管道深入勘探。 AI 突然发出急速提示，在岩壁100米深处探测到一条从未登记的地下暗河，水流清澈，流量充沛，且富含矿物质，属于永久洁净水源。我立刻指挥 AI 搭建密封取水管道，将暗河接入酒店污水系统，与山泉水、循环净化水形成3重水源闭环，彻底实现水资源永续自由。外界幸存者还在为浑浊积水争抢斗殴，甚至因饮水不足脱水丧命，我却能随意用清水灌溉温室，奢侈程度远超灾前。我打开水龙头，接满一杯清水，冰凉甘甜的触感划过喉咙。看着监控里为水挣扎的幸存者，心中没有波澜。资源的绝对垄断才是末日躺赢的核心底气。暗河的出现补齐最后生存短板，这座堡垒的永续生存体系终于完美闭环。
我将太空钛合金防护全面调试完毕，确保酒店每一处防御薄弱点都被强化完毕。AI 在同步全方位扫描山体地质结构时，突然触发了地下深层的加密电磁信号，顺着信号源层层溯源，竟在酒店地下100米的坚硬岩基中，找到了被严密隐藏的国家应急人类胚胎库。厚重的军用级防爆门缓缓开启，内部的低温冷藏舱整齐排列，上千枚健康人类胚胎被妥善保存，搭配全自动培育舱、专属成长营养液与完整的育儿技术手册。这是人类为应对末日灾难预留的终极文明火种。胚胎库的温控、供电系统与酒店的3能源体系无缝对接，运行稳定零损耗，所有胚胎活性均处于巅峰状态，没有丝毫衰减。这一颠覆性发现，让我从末日独善其身的幸存者一跃成为人类文明的唯一守护者，金手握住了文明延续的核心密钥。我立刻为胚胎库加装太空钛合金装甲与3重生物识别锁，交由 24小时不间断实时监控，严格把控温度、电力、环境参数，确保万无一失。我刚完成胚胎库的全方位防护升级， AI 全球病毒实时监测系统突然弹出紧急红色提示，丧尸病毒因先天基因序列存在致命缺陷，正在发生不可逆的全面崩溃消融，病毒的感染性与传播能力彻底消失，遍布全球的丧尸尽数化为黑色湖水，笼罩世界的末日阴霾正式消散。 AI 深度解析病毒基因数据后，揭开了这场末日的惊天秘密。丧尸危机并非自然爆发，而是某国秘密生化实验失控泄露所致。而我的天宫酒店是国家牵头打造的末日顶级应急避难所，所有军工级防御、永续能源系统、隐藏物资储备、智能安保 AI 都是为天选幸存者量身定制的终极配置。我并非误打误撞占据堡垒，而是被命运选中的官方继承者。从普通保安到末日绝对主宰，一切早已命中注定。监控画面里，草木疯长覆盖城市废墟，飞鸟走兽回归山林，温暖阳光洒满曾经的人间炼狱，世界迎来全新生机。外界所有民间避难所、军方重型基地尽数覆灭，唯有我的天宫酒店完好无损，成为全球唯一留存的人类文明净土。丧尸病毒彻底消退，生态逐步恢复后，我开始全面整合酒店所有核心生存与文明资源，将顶级生鲜食材、全套军用武器、3重永续水源、太空级防御装甲、抗病毒抗体药剂、人类胚胎库、全球顶尖技术资料逐一分类归档，打造出人类文明重启的终极核心基地。AI 根据现有资源储量与山体环境，制定出详尽且可落地的文明重建计划，从胚胎批量培育、温室粮食种植、太空金属工业搭建到新人类秩序建立，每一步都精准规划，逻辑严密。我将酒店的防御系统全面调整为和平模式，关闭全频段隐形与攻击性防御装置，仅保留基础安防防护，让这座天宫堡垒成为新人类的精神圣地与生存核心据点。用太空钛合金搭建基础工业生产线，制造工具、建材与医疗设备，用抗病毒抗体药剂保障新人类健康，杜绝伤病侵扰，用改良优良种子实现粮食100%自给，筑牢生存根基，用黄金珠宝与贵金属储备作为文明重建的原始资本。全球生态系统完全恢复，丧尸病毒彻底绝迹，人类文明重启的宏大序幕正式拉开。我激活酒店顶层隐藏的星际通讯模块，成功对接近地轨道的人类殖民飞船收到了外星殖民基地的官方正式邀请，携地球文明核心资源共拓星际疆域。我将天宫酒店设定为地球文明永恒圣地，留下智能 AI 与全自动化机械设备，24小时守护人类胚胎库与资源基地，启动胚胎自动培育、温室自动种植、基地自动重建程序，让地球文明得以自主延续发展。随后，我携带全球顶尖技术资料、抗病毒抗体药剂、农作物改良种子与黄金贵金属储备，乘坐酒店地下车库隐藏的备用航天载具，冲破地球大气层，前往遥远的星际殖民基地。从灾前平凡普通的酒店保安，到末日天宫安逸的躺赢者，再到人类文明重启的最高领袖，最终迈向浩瀚星际时代。我完成了现实中最极致的人生逆袭，末日里所有的苦难与危机都与我无关，我始终是这场末日之旅乃至全新星际时代的唯一绝对赢家。我的传奇故事在地球落幕，在星际起航，永不落幕。